来吧，新玩具 NA 的小比例变速箱和背离，又是以套装的形式发售的。这两个毕竟都是重涂的角色，盒子一就是透明的窗户，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。一份拉页的说明书，变形指示还算详细。配件内容：两个人的小枪和变速箱的小电焊。来看一下玩具的实物，非常迷你的两个小家伙，这个尺寸跟他们家的大黄蜂是差不多的吧？个头、人形的高度，刚刚好6公分。车型的长度4公分左右，这么点的一个小东西，变形竟然还是非常好玩的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变速箱我们就直接来正边吧。车型的包装，全身都是涂装的效果，漆面很漂亮。360度来转一圈看一下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露怯的地方。窗户也是透明的材质。底盘来看，2条手臂整整齐齐的团在下边，这个压缩率还是很高的。变形的第一步，在拆这个盖子的时候会有一些紧，第一次变形的时候挺难抠开的这个地方。好，把它撅开，下边这里有多段的连接关节，我们先往前挪一挪，然后把这2个小脚尖折下来，这2个零件是合金的材质，接着往后翻折一个90度。腾开这里的活动空间，顺着后边这里180度翻转，翻转过来以后，小腿上面的扣子把它钉上，胯关节挪下来，双腿顺势分开。接着脚踝这个地方其实是2段的关节，我们把它拉长，再旋转，边缘就不会磨到漆了。接着又一个双关节卷进来，刚刚好把小轮子填在了大腿的内侧，小腿的内侧吧。这个变形啊，挺简单的，也挺高效的，藏零件的效果还特别的好，而且在人形的状态下填补的也都是不错的。小腿这样变形完了以后，360度旋转，填得满满当当，轮子还算那种半隐藏的收纳，有点意思。上半身的变形也很好玩，我们把这个窗户挪开。左右这里有2个扣子和前方的进气格栅连着，把这儿打开，胳膊整个的掰出来，接着前方大灯的位置，我们这里旋转一个90度，再往下折叠一个90度。这么点的零件操作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啊，得拿指甲尖捏着。好，接着把前方这一块90度往下翻转。脑袋根部有一个滑槽往前推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窗户这个边缘搭住这边儿，然后左右翻转。腰身的这个位置啊，它专门做了一个梯形。打开这盖子看一下，包下来，刚刚好嵌住。再把肚子这里边的零件旋转180度，胸板放下来，2个肩膀往上提。胳膊摆到正确的位置上，非常简单也非常好玩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零件的取巧面用得很好啊，它用零件的正反面转换来处理一些颜色的分布，还有结构的位置。变形完成人形还是这种倒梯形的身材，非常的不错。头部左右有旋转，当然因为脑袋过于大嘛，无法做到360，会跟后边卡边。肩膀这个位置是一个开口的球碗。来回活动，根部的这些细节都有。腰部左右的旋转，独立的弯腰关节也是变形的需要。腿部这里来回的活动，轴还是挺紧的。侧抬，大腿根的旋转，膝盖这里一段关节的90度折叠。当然，你如果需要活动更大呢，可以把这扣子拆开。不过这个样子就脱肉了，看自己的需求吧。脚踝是独立的接地轴，其实我看有的人变形完了以后，这个脚腕会错着位啊，主要是因为这里边是2段关节，你在变形完了以后，人形是要把这块拉直的，脚踝就挪到中间了。胸板这里打开，里边变速箱标志性的这些细节刻画倒是有，但是因为变形的需要呢，这里有多加一根来回旋转的轴，所以这个白轴会把中间的这些花纹零件全部挡住了。这一点有点可惜，但是也是因为变形的需要。来看小背离，结构方面是一样的，只是在涂装和造型的部分有更改。头雕的造型不一样，肩膀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假轮子的造型刻画，胸板的花纹也不一样。同时胸腔打开，
里边这个地方并没有做机械内构的涂装，只是一些造型的刻画。大腿是一圈银漆的效果，整个的白色其实都是有上漆的，反光出来的那种珍珠白颗粒感，还挺好看的。来，我们正好把这个东西逆变一下吧。首先也是胸板翘起来，翻转180度，接着把两个肩膀的关节拖下来，拉开胸口的位置，打横90度。后边的这块驾驶室的窗户，我们把里边的关节都拉开。哎呀，太小了，真不好操作。脑袋滑动，往后推一下，上方这里90度翻下来。接着把这块大灯的位置90度贴上去，横转90度再。哎，这个时候把胳膊摆到外侧去。左右就可以夹合连接中间的卡槽，把车头做出来。捏好。下半盘变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，它腰部这里边的活动轴啊，这个空间最后是要密合这个轴的，所以呢，腰部是要往下撇一点点角度的。大腿根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要往前折叠。哎，挪到前方来。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位置啊，就是摆一个斜着的角度就行，我们最后进行调整。腿部这里边折过来，轮子180度翻到外侧，然后把这一块的车门我们先转开吧。脚踝立起来，轮子转到外侧。好，接着两条腿贴，结合扣子，把这一块下方的扣子掰开，翻转180度。折过来，这个时候你发现前方的扣子是插不准的，就需要调整胯部的关节和后边的一个位置。调整到什么位置呢？脚背儿这个地方有一个扣子，刚刚好跟手臂的位置这里边能结合起来，定好位子，然后前方这里的缝隙能对上就好了。因为是小玩具嘛，所以这个东西的容差率会很小。然后在双关节把这块车顶盖压下来，玻璃的侧面这里有2个扣子，把它插紧结合。这块的容差空间还是比较严谨的，也是你在正变的时候第一步往开拆这个车顶子比较紧的原因，因为后边这条腿的位置这里有一个拉伸的力揪着筋呢。最后再把脚尖折叠起来，车的侧面立好，很可爱，很好玩，变形的过程非常有趣，而且完成的车型处理的效果是真的不错呀。小小的一辆车，密度压缩做得很极限，但也确实有一些小问题啊。这一块插扣显得太紧了，不是因为它扣子的公差问题，而是因为这块的结构问题。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后半个这一块并没有一个其他的锁定位置，全靠这2个扣子去有一个拉伸的力，所以给到这一块扣子的压力会挺大的。所以大家在把玩的变形过程中，尤其是人到车的变形，一定要把腿部这一块的关节调整好它的角度，最后调整完了再去密合顶盖，这也是在变形过程中需要一些手法的地方。总体来说吧 ，NA 的设计师确实对于结构的理解太厉害了，越小的玩具越看功底，能在一个4公分左右的小车变完6公分的人偶上边，这么大点的尺寸，真的是属于在芝麻上边雕画了。空间的利用率特别高，在零件的转换上面也能彰显出来巧妙，而且最后完成的人形车型2个形态的效果兼顾的都还不错，在涂装方面做的也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这一次整体的关节是偏紧的，尤其你在第一次把玩的时候，有一些轴折起来还是比较费力的。所以因为小的玩具嘛，你得一点一点的用着指甲尖捏着它去变，操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。小比例玩具的魅力在于你拖在掌心里边，用指甲一点一点捏着把它变形出来，各种各样的形态，又还原度做得非常不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是如此的精致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套的设计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